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31岁杨紫遇上33岁谭健次，我才明白为何说 CP 感真是门玄学。CP 感这一要素着实堪称玄学。以近期热播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为例，谭松韵与许凯合作，展现职场爱情，二人存在体型差异，皆为眉若弯月、肌肤如玉的童颜之人。若身着婚服，其一为宽肩窄腰之贵胄公子，其一似明艳闪耀之公主殿下，乃白纱与西装的适配，佳偶天成之观感。身为偶像剧，自有亲密戏份，与耳鬓厮磨之中暧昧纠缠，糖分猛增，令人心醉。磕得越是激烈，一夜成名所受的伤害便越大。承欢季结束未久，便有新剧登场，莫怪观众怀旧。许凯在2部剧中皆以背头霸总形象示人，难免令人产生串戏之感。尤其2次邂逅的情节极为相似，均发生于狭窄的电梯间。与谭松韵合作，许凯的表现较为克制，短暂对视后即刻移开目光，显得清淡，并不浓烈。在审视杨紫的这一段，许凯低眉抬眸，其姿势仿若捕猎者，极具魅惑力，目光径直凝视，能体会到他对于小白兔志在必得。在暖黄光的映衬下，暧昧氛围渐浓，表面冷淡疏离，实则爱意难宣。在全程追剧的过程中可以知晓，亲情线占据主导地位，爱情线处于辅助位置，情意缱绻的时刻颇为稀少。即便这样，仍具超强的情侣感。不经意间的牵手，乃是无意识之举，源于男性对女性天然且强烈的保护冲动。四目相对，火花迸射，仿若呼吸亦趋于急促，怦然心动得以具现。但凡相逢，皆为浪漫，如同旧情复燃的重逢，仿若一见钟情的初遇，恰似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伉俪。说来，杨紫与何人皆具 CP 之感。诸如李现，于其十足的霸道面前，杨紫的秀颜显见地展露小女儿的情状，软绵娇憨。历经古装市场的磨练，2次合作，路透图传出天成的才子佳人出双入对。诸如肖战，二人相逢，甜蜜满意。他们2人的面容，仿若小说中的男主与女主之貌，外形相契，眉梢含情，彼此对视，宠溺之情自然流露，情至浓时难以自制，绝非浅尝辄止的亲吻，而是顺理成章的缱绻，毫无距离之感。与诚意搭档，相互施展演技，演绎真挚虐恋。与范丞丞搭档，不存在年龄方面的阻碍，堪称天作之合。这般适配，重点于容貌。寻常邻家女孩之姿，亲和宜人，毫无攻击性之美，专业出色，能够全然沉浸于故事，与角色共情。如此一来，观众的代入感便会增强， CP 感也会自然形成，无需火辣热烈、面红耳赤的亲热情节来画蛇添足。纵览杨紫的搭档组合，最为令人心动的当属谭健次。于《长相思》中，非钦定的官配关系隐晦不明，始终未将那层脆弱的隔阂打破。香柳怀有强烈的占有欲，同时也有着一颗冷漠无情的心。一方面努力克制压抑，另一方面又贪恋与小妖单独相处时的温馨。这种未捅破窗户纸的暧昧，比已然备好的糖更令人陶醉。依常理而言，就身高、容貌、气质而论，杨紫和谭健次并非匹配。在物料之中，邓为与其同框，显得养眼且匹配。与张晚意相逢而后擦肩所带来的现代偶像剧般感受，即便王弘毅在场，亦属少男少女的懵懂之态。对于谭健次而言，一同跳起粉嫩娇俏的手势舞，
更像是勉强拼凑起来的营业之举，各自呈现独美之态，毫无情侣之感。特别是小脸小巧如巴掌，更显轻盈且意味深长，也将杨子衬托得稍显粗枝大叶。然而，偏在入戏之际，会产生化学性的反应。他向他传授直弓射箭之术，其眉眼凌厉，身形挺拔有型，整体气质刚硬而非柔和。那一瞬，竟令人产生高大伟岸、顶天立地的错觉。湖底初吻，毫无技巧可言，乃是顺其自然之举，如蜻蜓点水，唯美而浪漫。存有距离的敬酒之举，满脸皆为艳气之色。观防风背之俊容，唇齿稍起，轻扬眉眼，熠熠生辉，肆意流露着情爱。小妖主动亲吻，半推半就，相留险些因深情失控，触犯忌讳，最终理智占了上风。正如歌词所述，红尘九曲，处处皆味，或恋慕，或自苦。小妖热烈相拥，他瞬间愕然，彼此的心此时最为贴近，所有的克制于此刻皆已抛开，心跳亦有半拍的停滞之感。然而，幸福的氛围愈发凸显其悲戚，他们二人的结局定然是分离。在第二季的最新剧情前瞻之中，小妖试探性地询问香柳应当嫁给何人，两人目光时而交汇，时而错开。他期望他能主动，浪迹天涯又有何谓？香柳却依旧违心，冷漠以对，绝口不提，有情仿若无情。小妖更是索性挑明，不管嫁与何人，此人定然不可与我兄长为敌，表明双方终归非同道。小妖凝视着香柳落寞的背影，黯然嗟叹。香柳的脚步停了又停，再度回首时人已不见，千般柔情盈满眼眸，自始至终满心爱意，无人洞悉。均未拥有庞大粉丝群的流量，并且杨紫一直以来都不喜在戏外发糖，具备边界意识，亦未刻意回避嫌隙，遵循最为真实自然的相处方式即可，大方且不做作。与 CP 们的关系更似纯粹的挚友。仍忆剧作宣传之际，于综艺中一同出镜，何炅引出表白议题，谭健次无故向身旁的杨紫深情示爱我喜欢你，刹那间气氛凝固，令杨紫受惊，她出现少有的情绪起伏，吓我一跳。镜头前再度展现腰柳之间的纠葛，进行即兴表演。镜头对谭健次予以特写，其眸底饱含情韵。向来持重的杨紫，在论及香柳时，亦双目盈泪，稍带哭音。这既是观众的憾事，也是演员的憾事。但凡与杨紫同处一台，谭健次的目光总会聚焦于杨紫，深情凝望，刹那间仿佛见到防风背，无需越界的肢体触碰，也能填入心间。一有机会便低声私语，话题连绵不绝。提及兴起之时，嘴角不自觉地噙着笑意，极为相称。此前一段时间，4位男性主演再度相聚，然而杨紫未到场，全程氛围尴尬，彼此生疏。提及杨紫时皆言辞吞吐，唯有谭健次论述切实，态度坦诚且大方，极为得体。或许曾经不红，处于低谷，最知晓娱圈的人情冷暖。杨紫曾透露其理想型，虽略显愚钝，然而凡事皆坦诚相告，行事乖张，却颇为可爱。此类特质甚为吸引我，恰与谭健次的特质相符。剧中充斥着无尽的遗憾，围观的观众皆期望通过演员本人的真实关系来加以弥补。事实上，在纷繁芜杂且混沌不堪的娱乐圈中，因缘亦或，真情却极为难觅。细想之下，何必渴求热烈恋情？以朋友相处亦未不错之选。图片源自网络，若有侵权烦请联系予以删除。